大家有条件的一定要选择自动上下水的扫地机器人。大家好，我是云飞。这段时间在装修阁楼，除了智能化和整体的空间变化很大，我觉得做的最对的一件事情之一就是给大疆的 Lomo 换了自动上下水。现在1个月过去了，这个是真的太香了啊！自动上下水才是真正解决扫地拖地难题的一个关键。那么杨树三，咱们这就开始。我此前是想过给阁楼这边搞另外一个扫地机器人，再配一个自动上下水。但我家楼顶外面和内部它是有落差的啊。研究之后发现，一般的这个上下水基座高度它是比较低的，在不带泵的一个情况下，对排水这个落差要求比较严格，基本上就只能靠重力排水。那这样一来，我这边就几乎是安装不了了。水电师傅也说难度太大。后来我就发现，大疆 Lomo 的自动上下水版本和普通版本它的高度它是一样的，也就是说它的排水口就在水箱位置，这样的落差这个问题就不太大了啊。那么整好之后，效果我感觉是真的挺不错的啊。那么它比我们普通的水箱版本来说有什么不同呢？首先一个就是维护上，用过扫地机器人的用户都知道，短则3、4天，长的话也就1周，肯定要去倒污水，换新水进去。没有用过上下水的时候，偶尔看到都会记起来，哎，是不是应该换水了？但有自动上下水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就确实它在那边就是一个小的装饰，完全不需要去管它。倒污水，有的机器人味道大不说，主要是存在感确实很强，老电机长。而弄了自动上下水，再加上基站可以做到200天免维护，就只剩换尘袋，其他的都不需要操心，这是巨省心的一点啊！这也是我说一定要买自动上下水的一个原因。而其他方面的体验呢，我个人是觉得扫地机器人一定要无感干活，而我这个阁楼凌晨到上午的这段时间肯定是无人的，所以我就设置了每天凌晨3时开始干活，这个时候它会自动开灯，暗关避障啥的也都是洒下水，设置了隔天消毒杀菌，因为有小狗嘛，这个设置应该还是比较合理的，且因为是自动上下水，所以拖布的回洗啥的我都设置的频繁，毕竟不需要担心水不够。然后如果你家的小狗还会乱尿的话，可以设置液体绕行，避免拖的到处都是。那么用起来如何呢？从9月初到现在2个月了，我每次上楼看的都是一个完全新的一个阁楼，就是它平时放在阁楼，白天就是一个好看的小摆件，晚上它就哼哧哼哧全力开干。基站集成它也有3重消音舱的一个设计，基本上也听不到什么声音，当然除了过门槛的这个声音，大家这个过我的这个1.5厘米的门槛它是没有压力的，但还是会有噪音，所以我买了带小坡度的这个辅助设备，看看能不能降低它的噪音。而在阁楼还有一个问题，那就是识别楼层，否则难免会有跳楼的情况。那么它这个设置里面是有这个功能开关，开启之后就很稳，这么久从来就没有说要从楼梯这边下去，那这点是可以放心的。而基础的功能，避障基本上就不会有需要操心的时候，也有很多大家测试的视频分析了，我们就简单测试了避障能力，就确实非常给力。你们看啊，就这样一个避障的合理性，乐高、卡片、数据线都可以轻松的避开，就确实在这样一条小路里面都可以比较准确的判断路径，就还是非常不错的。然后实际的打扫过程里面，它遇到障碍物也会直接标出，每一次绕行我们都可以明确的知道是啥，就看这个规整的5边形圆，一看就知道人体工学椅，然后这几个圆一看就知道是小茶几，就工作还是很规范且明确的。再一个就是贴边、贴合墙角的一个能力，在实际的使用场景里面，就确实可以很不错的搞定这些问题。我家的阁楼从装修好到现在，除了一开始的时候做了1次开关的保洁，后面都没有自己动过手，都是 Lomo 搞定的。中间的位置就不说了，边角它是处理的真的是挺可以的。再就是有一个点 ，Lomo 目前是接入了米家，但功能受限，只能有个状态，可以叫小爱去开启或者结束，但别的功能一概没有。这个虽然一般设置好自动化就不用管了，但还是希望能有更加详细点的数据。然后绑定大疆它有时间限制，一不留神就需要重新绑定，就开放了，但开放了1点。简单总结就是，现在每次上楼看着地面干净亮堂，我都会觉得这换得太值了。智能设备做到最后，其实就是一个无感，但生活质量却悄悄上了一个台阶。好了，就是咱们自动上下水的 Lomo 分享，希望可以真切的帮助到你。我是云飞，保持思考，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